习近平病危的传闻是满天飞，说他住进301器官衰退，可偏偏此时他硬是拖着2个常委王沪宁和蔡奇跑到拉萨亮相，时间点卡得刚刚好，北戴河会议一结束，他立刻现身。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同一晚全国突然断网70多分钟 ，VPN 全挂，国际网站全黑。这不是故障，而是断网演习，随时一键封死消息。病危传闻，拉萨亮相，深夜断网，3件事撞在一起，习近平展现的不是自信，而是恐慌。现在，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西藏。8月2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搭乘专机抵达拉萨。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是为了出席所谓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陪同他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蔡奇，还有何立峰、王晓红、张生民等一众中共国务院和军委的高官，阵仗非常大。这也显示中共神秘的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2天前，也就是8月18号，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9次全体会议。目前，另外3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还未见有活动报道。这次习近平前往西藏，官媒特别强调，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率团到西藏参加庆祝活动。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他们还提到，上一次习近平到西藏是2021年纪念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那次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共官媒拼命吹4年2个第一次，硬把它说成是关心西藏。但真相呢？国际人权组织早就点破，这不是关心，而是清洗。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驻台代表的说法，习近平时代的治藏方略可以归结为4点，我用大白话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点是思想清洗，全面清除达赖喇嘛在藏区的影响力，甚至要搜查每家每户的手机，从潜意识层面抹掉藏人的精神信仰。第2点是文化灭绝，把西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视为毒瘤。他们强行关闭私人开办的藏语学校，甚至抓捕和关押那些传承西藏语言文化的知识分子。第3点是强制同化，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口号下，强迫藏族儿童离开父母和家乡，进入寄宿制学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和集中营和隔离政策有什么区别？目的就是让他们从小远离自己的文化，强制学习中文和汉语化。那第4点是宗教中国化，这点是习近平亲自定调的。早在2020年，他就把宗教中国化作为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指导原则。他的原话是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说白了，就是要让佛祖听党的话。澳洲国立大学的学者本·希尔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就是害怕藏传佛教成为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所以才要牢牢控制寺庙和宗教机构，确保他们忠于共产党。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更是把这种文化灭绝的意图摆在了台面上。今年8月初，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证实，西藏的高考，也就是大学入学考试，将藏语文从必考科目改成了选考科目。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当一门语言不再是升学的关键，还会有多少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很多藏人担忧，这个政策会导致藏文的教学体系全面崩溃，离藏文的全面消失也就不远了。有评论就说得非常到位，语言政策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是权力与文化的编码方式。把藏语从必考变选考，说穿了是让它从政治空间退位。
这不只是语言地位的降低，更是民族主体性的削弱。所以你看，当习近平在拉萨接受哈达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活动时，背后正在发生的是一场针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全方位清洗。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早就说过，西藏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藏人的信仰，而是中共当局的镇压与失败政策所致。这就是拉萨盛事背后的第一个真相，一场以关怀为名的文化灭绝。有很多朋友私下问我，在中国大陆翻墙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关心一些敏感话题时，担心自己的 IP 被追踪，留言会惹麻烦，该怎么办？今天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我自己也在用的神盾 VPN。为什么说它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 VPN？ 原因只有2个字：安全。我们来说说传统 VPN 的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再从那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那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这不是我说的，是技术设计上的原则。除了安全，速度和稳定性也非常重要。神盾 VPN 的表现也很出色，看 4K 的 YouTube 视频、打游戏、开视讯会议都不卡。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一个账号可以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全家都能用。那现在购买2年方案还能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的节目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官方网站请到神盾 VPN.net， 或者点击节目下方链接描述栏置顶留言查看详情。这是在现在的环境下少数我会放心推荐的 VPN 工具，不止翻墙，更是为了资讯安全与言论自由建立一道真正的防线。看完了西藏的文治，我们再来看看北京的武功。就在习近平访问西藏的同一天，8月20号，中共官方高调宣布，将在9月30号举行的所谓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大阅兵，是继2019年之后新一代武器装备的又一次集中亮相。有哪些新东西呢？阅兵领导小组的官员介绍说，有新型的第4代装备，比如新型坦克、舰载机、战斗机，还有大量首次对外展示的无人机、反无人装备、高超音速导弹、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等。整个阅兵时长约70分钟，习近平将亲自检阅部队。这阵仗可以说是把能拿出来秀的肌肉都拿出来了。当有媒体追问为什么要这么高调地展示军力时，官方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们说，这是为了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话呢，说给谁听的？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上就是点名美国了。但问题是，肌肉秀出来了，真的能吓到人吗？还是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心虚？首先，我们来看看专业人士的分析。像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听起来很吓人，但是要打得准，光有导弹本身是不够的，它需要一整套非常复杂的杀伤链，包括侦察、数据传导、末端导引等等。美国国防部2024年的报告就认为，虽然中共部署了多款反舰弹道导弹，但美军可以从多个环节进行硬杀伤或软杀伤来打破这个杀伤链。一位海军将领甚至直接点名 ASBM
反舰弹道导弹的杀伤链是最大的变数。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被美国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多家顶级智库反复提及。自从1979年之后，中共的军队就再也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了。阅兵走得再整齐，排场再大，也填补不了这个致命的经验缺口。其次，我们看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北京想把这次阅兵办成一个国际盛典，广邀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但来的都是谁呢？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目前确认会来的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斯洛伐克总理费佐、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收到了习近平的当面邀请，预计会出席。东南亚国家像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的领导人也可能会来。那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里面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的领袖一个都没有。不仅如此，欧洲驻北京的外交官们甚至在讨论要不要集体抵制这场阅兵。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普京要来，而且俄军很可能也会参加。一名外交官说得很直白，在俄乌战争还在继续的当下，让他们和入侵乌克兰的同一支军队同场观礼，他们感到非常不安。所以这场阅兵非但没有营造出万国来朝的景象，反而凸显了在价值观上的分裂，它更像是一场威权国家的内部派对。有批评者就指出，这根本不是什么和平阅兵，而是对外的震慑秀，对内的权威秀。同时，他还试图把抗战胜利重新包装成中共主导的胜利，刻意弱化中华民国和同盟国的角色。这种重叙事轻史实的做法，早在2015年阅兵时就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领袖就选择了缺席。所以天安门的肌肉秀暴露了第二个真相，看似强大，实则心虚，既对自己的实战能力心虚，也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心虚。就在8月20号凌晨，也就是官方宣布阅兵消息的同一天，中国的网络突然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异常。从凌晨0点34分开始，持续了大约74分钟。中共的防火长城突然开始对所有通往境外的443端口链接进行无差别的攻击和屏蔽。可能有些朋友对术语不太了解，443端口是 HTTPS 加密访问的核心接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全球所有加密网站，比如苹果、特斯拉、微软的必应，甚至你用的很多 VPN 服务都必须经过的一扇大门。把这扇门堵死了，就意味着中国和全球互联网之间大部分的加密通道瞬间中断。当时从北京到上海，无数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哀嚎，说网页打不开了， VPN 全挂了。根据境外研究机构的报告，防火长城当时在向这些链接无条件地注入伪造的数据包，强制中断连接。而且报告还发现，这次攻击的设备指纹和以前的 GFW 特征不符，很可能是一套新设备或者新的配置。一位在河北的网络安全工程师杨坤透露，这可能是一次技术测试。他说，最近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情况，都在凌晨，持续时间不长，更像是防火墙升级之后的压力测试。看看效果怎么样，找漏洞再修补。而另一位郭先生的说法则更加令人不寒而栗。他直言，防火墙的升级其实和军演一个道理，目的就是为了在所谓的特殊时刻实现快速断网，防止网民串联。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在为特殊时刻做准备。什么是特殊时刻？比如即将到来的重大政治活动，像这次阅兵。一旦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群体性事件，这套系统就能立刻启动，一键断网，把所有不和谐的声音都屏蔽在墙内，让信息的流通瞬间停止。一位北京的时政观察人士就认为，这类测试与阅兵时间高度重合，显示当局在做数字版的战备准备。
更可怕的是，这种网络管控的权力还在不断下沉。郭先生透露，现在不光有国家的防火墙，一些地方，比如河南、山东，也开始搭建自己的省级墙，搞墙中墙。今年5月，一份由斯坦福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国际研究报告证实，河南就是第一个部署了墙中墙的省份。拦截的域名数量甚至远超国家级防火墙，这意味着审查权正在地方化。未来中国各地的网络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加割裂和封闭。所以，这场深夜的断网揭示了第3个真相。在强大的外表之下，是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他们害怕人民的声音，害怕信息的自由流动，害怕任何形式的串联和反抗。这种恐惧让他们不惜投入巨额资金，甚至超过部分大外宣经费，也要打造一个更严密、更能在关键时刻一键清零的监控系统。好了。当北京在忙着对内维稳、对外秀肌肉的同时，太平洋的另一边，自由民主阵营又在做什么呢？就在北京筹备阅兵的同时，一则新闻虽然没有占据头条，但其意义可能却更为深远。根据台湾英文新闻网引述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今年有超过500名台湾军人远赴美国密歇根州，参加了一场名为“北方打击”的年度军事演习。500人这个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大了，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这次为期2周的演习从8月2号持续到16号。最关键的一点是，今年的演习首次将模拟印太地区紧急情况作为主要演练目标。这句话的含金量太高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从过去的技术交流、人员培训，上升到了应对区域冲突的实战化、协同化演练的层面。密歇根国民警卫队的拉维瓦格准将说得非常明白，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北方打击演习未来将持续把印太地区冲突作为重点。还有一点很有趣，有人可能会问，密歇根在美国内陆怎么模拟印太地区的作战环境呢？演习的指挥官解释说，密歇根州正处于5大湖的中央，有着大量的湖泊和岛屿，可以很好的模拟出印太地区的岛屿环境，让部队提前适应这种特殊的作战条件。大家看到这个对比了吗？一边是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搞一场精心编排、更像是仪式性的阅兵，主要目的是对内宣传、对外威慑；另一边是台湾和美国的军队在一个模拟化的印太战场环境中进行高度实战化的联合作战演练。哪一方是在为真正的潜在冲突做准备？答案不言而喻。这也揭示了第4个真相：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吓，民主阵营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在以一种更务实、更低调但更具针对性的方式强化防御和协同作战的能力。台湾的亮剑不是在阅兵场上，而是在真实的训练场上。好的，讲到这里，我们把今天的这4幕剧串起来看一看。从拉萨的温情关怀，到天安门的肌肉展示，再到深夜的断网演习，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权试图通过精心编排的宏大叙事来掩盖其内部的压迫、外部的孤立和深层的不安全感。这是一场耗资巨大、精心策划的权力大戏。然而，剧本的字里行间却处处透露着破绽。首先，中共对西藏文化的清洗换不来真正的民心归附，只会埋下更深的怨恨。接着，穷兵黩武的阅兵吓不跑坚定的民主同盟，反而促使对手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备战。还有滴水不漏的网络监控压不住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每一次测试都反而暴露了统治者的恐惧。当北京试图向世界展示其实力与自信时，世界看到的却是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具攻击性，也越来越孤立的政权。而与此同时，以美国、台湾为代表的民主力量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构建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防御体系。
这场大战还在继续上演，但结局或许早已注定。一个靠谎言、压迫和恐惧来维持的盛世，终究是脆弱的。在前面提到的防火长城、GFW 和中华民国在抗战中的角色，我想再补充一点。所谓的防火长城，官方名称是金盾工程，是一套由中共政府建立的国家级互联网审查和监控系统。它的作用就是过滤和屏蔽那些被当局视为有害的境外网站和信息，比如 Google、Facebook、YouTube、X 以前的推特和各大国际新闻媒体。至于抗日战争历史事实是，正面战场的主力是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承担的。他们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付出了数百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抵抗了日军的主要兵力。中共当时主要是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中共在阅兵中将自己描绘成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对历史的篡改，意在争夺执政合法性。提供这些补充资讯，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全面、更基于事实的判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于中共这一系列的组合操作，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这究竟是自信的表现，还是色厉内荏的体现？欢迎在留言区下方留下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讨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